那个，你没事跑我房间来干嘛？我看你没盖被子，怕你着凉了。我先送你回去吧，你腿不好，没事别乱跑，要不总摔着。气色不错啊，我看看你的脉。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我看看腿。你站起来试试看。这种程度的伤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可以恢复战力，除了子午流注开穴法，你们肯定用了别的方法。我就是按照您教我的子午流注开穴法一步一步来的。子午流注开穴法主要针对穴位，它对内疗和外伤都十分有效，但没法帮助迅速恢复。你们一定还用了别的方法。难道是我爷爷教我调的药膳起了作用？那就是了。药膳讲究内服外用，配合子午流注开穴法，方能恢复得如此迅速。你这次恢复得如此之快，实属幸事，但也只能恢复到1年半以前。武功是用不了了，你自己啊，好自为之。珍珠放心，您的叮嘱我记下了，再不会乱来了。继续用这2种方法调理，多些耐心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谢谢陈医生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你在找什么？啊？哦，没有。那你大晚上约我来这儿，是来看夜景？我是觉得你这段时间太操心了。太极社不是发生很多事儿吗？上次我给你占卜，你想的都全是太极系的事情。怕你憋坏了，带你来散散心呗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漂亮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有人在为逝者悼念吧。我们走吧，太晚了。等等。我听说啊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在心里默念，对着水灯说。不管过去多久，逝去的亲人他都能听得见。我小时候吧，特别调皮，经常就把我爷爷的古董画给你摔碎，教训我特别多回，我就是不长记性，屡教不改。我真的以为我能那样和爷爷玩一辈子。后来，爷爷突然离世了。直到那时候，我都还没有好好的跟他认过错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我又把爷爷的东西摔碎了。我真的特别后悔，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好好睡觉，经常早上醒来
枕头上都哭湿一大片。后来我表哥带我去河边放水灯，让我要是还有什么话，就对水灯说，让水灯带给爷爷听。就在那天，我蹲在一条小河边上，对着一个水灯说了好久好久的话。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又做梦了，梦见爷爷跟我说，他从来都没有真的怪过我。其实我也有些话想对我奶奶说。你说你多什么嘴呀？非得说出海洋的心事。你要是不说，笑笑也不会让我们给他点水灯啊。喂，明明是你先说的好吗？我只不过是做下补充而已。怎么成我背锅了？哎，再说了，如果不是我提这一嘴，他俩能有现在这样敞开心扉？你看多浪漫呢！希望他可以把我的话带给奶奶。会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亲人的事儿？啊，我不知道。谢谢你，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可惜这么美的水灯啊，没有人给我放。这有什么可羡慕的？你要喜欢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发。你说的，那你要说到做到。当然。刚才的动作之所以失控，还是因为发力的不到位。太极的肌肉意识讲求的是内三合、外三合，任何的发力都是利用重心的转换。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手臂再打开一些，再做刚才的动作试试。谢谢师傅指导。你能听见我
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，所有不安，所有喧哗，都在你面前表达。每当夜深，眼泪会落下，也许是习惯了孤独吧。所有牵绊，所有苦难，还在挣扎。让我化作一阵风去拥抱，渴望你停驻在我的身旁，和我一样，心不再流浪。还算有进步。我刚才看你徒手结抹布，还能自己站起来了，你的武功是不是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？大概吧，不过想要完全恢复，还不知道需要多久。要不然去我爷爷那儿看看吧，他常年自己医自己，我有些伤也都是我爷爷救的。要不然去我爷爷那儿看看。不能去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是封秉行的孙女，对吗？魏奶奶好。好啊，你们爷孙俩就在我眼皮底下，我竟一点没发现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奶奶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怎么了？总之，我不许你见封秉行。没错，我爷爷就是封秉行。我带魏楚去见他，也是为了他的伤好。为了魏楚好？奶奶，我能单独跟你聊两句吗？要说起来，风爷的事情，也该算是一件不幸的事。我之后再解释给你听。我们先去趟你家。哎，魏楚，你好了吗？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太好了，魏师兄，我们还一直等着你回来呢。那不是魏楚吗？对了，你们两个这是要去干嘛？约会吗？陈斌，你别瞎说。你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？自己的都不管。开玩笑的。今天请一位前辈商量一些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绝对是约会。那不是好事吗？这是哪来的谣言？这根本就没娶。
哦，臭丫头，今天怎么把魏掌门给带回来了？风爷爷，好久不见。是不是他拜你为师以后，做错了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他从小就是不让人省心的人呢。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好教训他。哎呀，爷爷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没有。没有，他很好。真的很好，没事。是关于我奶奶魏敏的事情。他还好吗？奶奶很好，不过她知道了飘飘的身份，不允许飘飘继续跟着我练武。风爷爷，恕我直言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为了飘飘，我希望您可以跟我奶奶再见一面，化解当年的恩怨。经过当年那件事，我哪还有脸再见他呢？爷爷，当年什么事儿啊？当年我为了追求武道极境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寻找避世不出的太极宗门，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，让我找到了隐秘的太极世家魏氏一门。多谢姑娘，请问姑娘，知不知道太极魏氏一门在哪里？你找错地方了，你休息好了就回去吧。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我在这里已经找了3天3夜了，我一定能找到的。多谢姑娘相救。没想到，当年我偷师各大太极门派的事曝光以后，等一下，他竟然提出和我成亲。可那时候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。怎么听起来那么像编的呀？我编这种事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而且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。风爷爷，关于您的事，一直是这么多年来我奶奶的心结，以至于她难以达到本门太极巅峰。我想，对于您而言，也是这些年的心结吧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这事过去以后，我总是觉得再也没有脸去见他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我去见他。有劳了。今天怎么有空找我这个老太婆下棋呀？如果想认错，我听着；想劝我就免了。奶奶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你见个人。见个人？是谁啊？师父。是你？是我，好
好久不见了。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？怎么，你一个外人，想来干涉我们家的事吗？师父，就别再为难小孩子了。风并行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有些事，也不是你该管的。这我知道，师父。别这样叫我，你早已不是我尹派卫门中人，这声师父，我可受不起。师父，好，魏明，其实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当年是我做的不对。好了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年的罪，不是一声对不起就能抵消的。魏主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让你说服我接受风飘飘吗？这不可能，回去吧。我们两个人的恩怨已经过去了，我不祈求你能原谅我，只希望你对飘飘手下留情。我不是针对你，我们魏家家规明确规定，魏氏太极从不外传。对你如此，对风飘飘也一样。我是代理掌门，必须恪守家规，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魏家中人违背家规。魏明，飘飘真的很有天分，是一个不该放弃的太极好苗子。不要让我们两个的恩怨阻碍了下一代的发展。规矩就是规矩。想当年，我要不是看你天资聪颖，一腔热血，想要发扬太极，我也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不会让魏楚犯同样的错误。好，当年我投师学艺的事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但你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后辈的想法？魏明，就让恩怨止于你我二人之间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将我的青春全给了你，那你呢？你有感受过我现在的感受吗？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放下就能平息的。想要进入我魏家，又在魏楚身边，纵使风飘飘是一个奇才，我也绝不可能接受他。奶奶，奶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当年犯的错，连累了你们。您不用抱歉，风爷爷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奶奶这一次会这么固执。你也要理解一下她，我真的辜负了她的青春。她不原谅我，我不怪她。爷爷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爷爷割下我这张老脸，就是让你好好跟着魏楚学太极。
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跟他练的。那就好。你也不用担心我。啊，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你受的重伤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过没问题，有希望痊愈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当然了。你爷爷当年偷师学艺的时候，也学到了一点打通经脉的方法，还能有假呀？那风爷爷，我还需要什么调理呢？药膳继续用，不过要练武。练武？当然了，他的伤一直没有好，就是因为根基坏了。我现在教他练武，就是要把全身的经脉活跃起来，那一定恢复得更快。我记在心上了，谢谢风爷爷。你还在想那件事啊？一切都会被解决的，就算奶奶不同意，我也会继续教你。魏楚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跟你奶奶为敌。这并不是与谁为敌，我只是在坚持我自己的梦想。你的梦想？太极是国术，博大精深，里面满含着我们千年的沉淀，是我们民族的骄傲，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虽然我出生于正宗世家，但早就明白，只有破除门第，广收门徒，将太极弘扬世界，才能真正的振兴太极。说的真好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完成梦想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正式对你进行太极训练。怎么又训练啊？多累啊！去练功吧。你伤还没好？没事儿。风爷爷不是说练功可以帮助我的治疗吗？我想试一下。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出发。好。我们就在这练吧。我看你身体刚恢复好，别走太远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就在这开始吧。你怎么不练啊？别担心我，我没事儿。走神了？我有点紧张，不然我们再来一遍吧。不用了。还记得那次练基本功的时候我说过吗？太极的动作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心。
只有拥有一颗毫不犹豫的心，才能果断的出拳。我先休息一下，你自己练，我在一边指导。在你的脑海中想象一个圆，并不是让你打拳的时候画圆。圆并不是一种形状，而是一种意境，一种感觉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儿，这是我必须要承受的困难，我必须跨越。继续。晨曦，深深呼吸，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，无畏无惧，多一点努力，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，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，陪一朝一夕解决所有难题，就算有再多阻力，我也不会放弃，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，把伪装卸去，做回自己，就算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，紧紧握住指尖，传递出勇敢，说再见那个胆小鬼，许下心愿要学会与你并肩，不畏前路艰险，坚定全心全意，全心全意不离散。小雪，你看我这一招帅不帅？哎，可以，我有招更帅的，看。哇，这是杨氏太极吧？来教一下我。从这边画，画，然后拉，勾，推，重心在后脚。我还有一招更帅啊，海洋师兄他又不在啊！海洋他去学生会忙事情了。那我今天就不等他了，我把便当给他放在这儿，记得帮我提醒他吃啊。我还得去帮飘飘寄包裹，他这人一谈恋爱什么都忘了。谢谢啊。哎，他又得说我了。你把包裹给我啊，给我。小雪，你吃炸药了，对包裹发火。你自己看。什么呀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没什么。那个，你快去寄包裹吧。那个便当我会给海洋的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放心。风并行，风飘飘，这早就应该想到的呀。不行，风飘飘还瞒着魏师兄，不能让他骗魏师兄。小雪，我不觉得魏叔会因为美色而被欺骗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魏奶奶当年不就是被骗的吗？风飘飘还什么都没说，哎，赶紧去找他吧。喂，你轻点。
魏师兄和风飘飘。风飘飘竟然会太极。你说一打七的高手，不会是风飘飘吧？干嘛，小雪？冷静点。我冷静点，你看这像话吗？魏师兄被他骗，你要是不管，那我去管。哎，等等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风飘飘不像是这样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这样做和他爷爷当年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问一下魏楚吧，看看他知不知道风飘飘的身份。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。这还有什么可问的？风并行当年的旧账都没有算，现在风飘飘又重复同样的问题。我们还是回去找长辈说一下吧。